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更新了。即便戴着眼镜丑丑的造型，还是要录影片跟大家见面。维持这个造型呢，已经快要1个月。我因为长期戴隐形眼镜，我就觉得说我的眼睛有点缺氧。自从眼镜发生问题，戴上普通眼镜，突然爱上这种眼睛直接接触外在环境比较舒适的感觉。因为我是高度近视嘛，所以各位看到我戴眼镜的样子就会就很丑这样子。有人说啊，眼睛无神啦，眼睛变很小啦，杀气没啦，各种都有这样子。对于不管是我的学生，或者是一起在画植物学艺术的朋友们的提醒吧，或者是警示吧，其实我的视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。不要怪植物学艺术说啊，我们的那个植物都要画得很细啊，老师一定是因为画植物才把眼睛画坏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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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把眼睛搞坏的巅峰时期是我在写论文的时候，都用电脑去处理大量的资料，一直不停的去验证啊，不停的去跑资料，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长时间的用眼，不管是书面上的或者是电脑上面的，也不知道休息，压力也真的很大。那时候的度数就是这种飞快的增长，在压力之下还真不只是眼睛度数的增加，因为那时候还算年轻，写论文的时候大概是20出头，就是想把事情做好，想要把结果跑出来，然后想把论文有一个论点啊，这些东西能够形成，真的是会忽略了自己想要上厕所。我已经专心专注到已经完全忽略到那些提醒的讯号，最后的结果我有一天忽然就发高烧，才知道原来我的肾已经发炎了。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用眼，你起来放松眼睛之外呢，还一定要去释放你的膀胱，否则对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。那殷老师这次要不要提供保养眼睛的方法？我虽然是久病，但是也没有成良医。查了一下 AI 艺术家在长期绘画的过程当中如何保护眼睛，最重要的一个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你一定要起来走一走，就像我一样走出去买杯咖啡或者是什么的。另外当然就是光线，不要眩光，然后光线要充足，没有光线不要硬化。那当然最重要的真的还是休息。你这样继续讲下去的话，这一集主题真的要变眼睛了啊！打住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主题到底要讲什么呢？从暑假开始到现在已经快1个月了，在这1个月里面，我好像没有认真在画画，都在观展，历史博物馆啊、故宫博物院啊等等的这一些场馆，在暑假期间都推出了很多档非常有趣的展览。当你在画植物学艺术的同时，也不妨跳脱出来去看看这一些展，看看它能够带给你什么。Walking with my lens up high, big shapes leaning side to side, faces round like a Friday peach, hands on hips just out of reach. I turn the corner, take it slow. 芬南多·波特罗就是费南多·波特罗，他的绘画艺术，他的宣传文案里面看到胖胖的人啊，或者是胖胖的物体，那这样子展到底有什么好玩？这就是把东西画得很胖而已嘛。而已哦，还很难呢。很难呢，很难呢。我认为他最后的呈现以及文案，如果他不在暑假的档期，我可能会跳过。但是我非常感谢我有去看，从2个角度在看这个展，一个是观展人，一个是策展人，这2个角度同时在看这个展，比我在去观展之前所预期的东西更多。我在这分享里面，我并不打算很详细的去介绍这个艺术家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 Google AI 或者是你到现场去看，都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在介绍这个人，我绝对讲不过其他的频道或者是主办方。但我想要讲的是我个人从这一档画里面的感触吧。如果你没有去看的话，刚好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观展之前的准备吧。芬南多·波特罗这一个人，他是在哥伦比亚出生。哥伦比亚其实是在南美洲的西北边，就是拉丁美洲，在那个地方出
出生，在整个创作的过程里面，他其实走过很多很多的国家，从哥伦比亚到西班牙，到意大利，甚至到西欧其他的国家，再到美国，整个创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。他在纽约的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面也有他的收藏。那我觉得能够进到 MoMA， 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响叮当的人物。你大概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东西画得很胖，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体量，是一种 volume， 有一种重量在那里的。他能够对于周遭的环境，它是会产生影响的。他本来的风格不是这样子，他是在画一个尤克里里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？因为他那个弦乐器如果要发生共鸣的，要有挖一个洞嘛。他在画的时候，他就无意当中把那个洞画得特别小。他从那个尤克里里的那一幅作品里面，他感受到了体量的影响力，体量对视觉的冲击。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，所以他的风格，不管是人、水果、花瓶、物体、动物，都是表达他的体量感。第二个 point 包括了策展人或是他自己本人在影片里面讲说，他其实在表达的是一些趣味以及幽默感。抓到这两个关键字，趣味以及幽默感。当我进那个展场的前10分钟吧，都还抱持着这个心情，因为策展人这样说，还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说，非常轻松，甚至有点看待比较适合小朋友接触的一些作品。到前10分钟都还是这样，我带着这一个前提假设进去。当我开始看到作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很迷惑，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他所谓的幽默以及趣味。当我在看画的时候，其实不只是眼睛在看啊，我也是在感受一整个 vibe。我就觉得其实是感受不到的，我其实进去是很困惑，一直到看了好几幅之后，我看到了2幅作品。第一幅作品是有2个人靠在墙上喝酒。根据我去南美洲的经验，其实南美洲是非常热闹的。南美洲不管是在讲西班牙文或者是葡萄牙文，都是很快速的、很连续性的，然后那种语言的本身是很热闹的、很流动的那种语言。可是那个画面给我的感觉却异常的安静。在拉丁美洲接近赤道的地方，穿着暖色调的衣服，然后喝着酒，但是在那幅画里面，我却没有感受到一种热络。我在南美洲待过，他们在讲话是很热络的，是很动态的，包括语言很动态，肢体会很流动，脸上的表情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，在那幅画里面却没有看到。下一幅也是2个男子在一个光线明亮的餐厅，照道理应该是在聊天啊，或者是在谈事情whatever。 可是在那幅画面前，我就觉得这幅画好安静，他画的像是2个人在讲话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出现。照道理应该是很动态的东西，但是却非常的静态，静态到非常的安静。我连续看了2幅之后，我就觉得 I got it， 我就一直在这个展场里面跑前跑后。跑前跑后干嘛呢？我在确认是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发现它有一些街道是非常南美洲的街道，你可以想象也许是古巴、墨西哥，甚至的确就是哥伦比亚那样的街道，在阳光照射之下，有行人甚至有小孩，应该会有一些嘈杂的声音，可是它的街道却是异常的安静。然后还包括可能有婚礼也没有感受到喜悦，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，他又在西班牙学习创作，整个拉丁文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充分的。大家可以从他的画作里面，从人物的穿着，从街道房屋的颜色，画面里面的植物，那的确都是热带植物，可是却非常非常的疏离，很特别的那种感觉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觉得说，这个策展人还有包括作者本身说的这些
趣味、幽默。我个人觉得在说一些反话，或者是他说了一个 hypothesis， 他说了一个假设，那个假设他有待于观赏者去 say yes or no， 他等待观赏者去同意或者是不同意他的这一个假设。当你在观展的时候，不管是策展人或者是艺术家，他们只讲了50%的故事，剩下故事的50%必须由你自己去完成。于是我有自己的结论，我也多做验证。大家如果去看的话，会有一整个蛮大的系列叫做马戏团。马戏团里面当然就是有表演者，有小丑，有吊钢丝的人，有动物，有大象，有狮子，有什么东西的。如果一般人去创作马戏团，应该会是给他一个很欢乐的气氛，尤其是他都画胖胖的这个小丑，胖胖的喷火的人，胖胖的动物等等，这个里应该是很 choppy 很可爱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欢乐的感觉这样子。But no， 在那个系列里面仍然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声调，没有感情。他的创作似乎让我们看穿了马戏团表面的欢乐，看进去里面的一些冷漠以及无奈。那于是我就更验证了他的策展人以及艺术家的用意，他只是下了一个 hypothesis， 它不是一个 affirmation， 不是一个断言，它只是一个假设，等待你去 say yes or no。 因为我自己也是协会的策展人，因为可能我们是科学绘图，在过去几个都是非常正面，没有太多的悬念，就不像他的这个策展人，要不他自己本身这样认为，不然他其实真的就像我说的，他是下一个 hypothesis。 也许 maybe 下一次我在策展的时候，我也是给一个 hypothesis， 你们同意我也可以，不同意我也可以，它就是一个 hypothesis。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非常有趣，让策展人跟观展人甚至艺术家都有更多的自由，是很重要的，不一定要跟着走。譬如说我这次我还是经过了反思，我并没有怀疑的就跟着走，趣味呀趣味，幽默呀幽默，可是明明内心深处会觉得怪怪的，哪里有幽默哪里有趣味，走出来你问我说什么还蛮有趣的很可爱或什么。但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艺术观赏旅程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不够诚实，并且不够面对自己。我觉得第一个结论是从他身上看到的风格。那个波特罗说，他说风格呢是一位艺术家对于其时代最重要的贡献。那 I agree， 我同意。每一个风格的诞生，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，它都不是轻易而来的。如果是一个深刻并且隽永的风格的话，它能够经过时代的淘洗以及考验的话，我觉得的确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。比如说你问我倪老师，那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风格，我都还不敢说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。那另外他去了很多国家，但是他的创作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股浓浓的拉丁美洲的感觉，不管他是冷漠安静，你会知道那个就是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根，他也一直没有忘记。我觉得这也是对一个艺术家他的 orientation， 一个艺术家的 orientation 对他 always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。那尤其是当一个艺术家他创作是如何发生的，这件事情的确是会影响很多，而且甚至是他的底色。譬如说我的创作是在亚马逊雨林开始的，亚马逊雨林就是我的底色。另外呢，我认为观展人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以及诠释的能力，所以观展策展人给你的文字或者是观念或者是关键字，你都先把它收下，不一定要把它刻下来，它就是一个真理或者是一个真实，那并不是。其实你还是会需要很多的独立思考以及有你自己的诠释，因为你从那个诠释里面你可以看到真实的自己，就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，你的生活经验为什么让你这样想，这个生活经验影响你除了观展之外，它甚至还可能影响了你对人生的观点以及认知。我每次在观展的时候，内心活动其实都还蛮多的。我建议大家多多的给自己这种不同的刺激，而不一定只是一直泡在植物学艺术里面，还真不一定。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是可以跳出来，尤其是趁着这个炎炎夏日，然后我们国家真的很棒，
有很多的展在北中南地区。我觉得既然是暑假嘛，就是放假嘛，我们就先放下正在学习的东西，去接受不同的刺激，去不同的思考。我觉得这会是最棒。那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讲这些我觉得都是我的肺腑之言。今天呢跟以前不太一样系列，就是讲讲我自己，让订阅的朋友们更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让我们真的就像实际的朋友一样，这样好吗？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还没问答好，问答，还有问答，请。英老师刚刚提到的部分，我觉得比较像是你的感觉感受。那看完这一堂展，你觉得你有没有获得了些什么嘞？或者是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我觉得没有获得，但是影响很大，因为影响就是让我陷入更深的困惑里面。同样都是创作者，看到别人的创作者，不管他的风格如何产生，他在想什么，他如何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反应，因为所有的艺术，它其实最终它还是对于这个世界做出了一些反思。那我呢？我在哪里？我可以感受得到波特罗的那个内在，或者是他的内涵，他所创作的那个内在内涵是饱满的。Otherwise， 他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他都一直奋力的在往这个方向在冲，他一定是非常实在的。那我就会反思说，那我呢？对，我创作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丰厚的吗？还是空虚的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撑着这一些创作？是有那个本质在那里的吗？这件事情它绝对不会是3-2下就可以回答的，它其实需要长时间的反思。但是当我反思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警讯。这个展对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对，让你好好思考。对，所以其实日子更难过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艺术家本来就是在自讨苦吃。有遇过很开心的艺术家吗？我不知道因为他的欢乐开心，我们不见得知道他本质是不是欢乐与开心。因为所谓的创作，这个创本身它就有自讨苦吃的意味在里面。